若明，到我办公室来。陆明，我一直认为你是全杂志社最让我放心的一个人，你怎么了？这不像你的风格。主编，人家喝醉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。你是不是受了刘在明的影响，想结婚了？啊？结婚？哪里走？今天发生这种事情，作为杂志社的社长，我真的替你感到羞愧。本着承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原则，我今天必须跟你好好长谈一次。陈社长，你就饶了我，你让我静会儿。你就是因为平时政治觉悟不高，才会发生今天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。陈社长，这怎么就伤风败俗了呢？你这两个孤男寡女啊，赤裸相对，被人抓了现行，你还敢狡辩？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！哎呀呀呀！这都是谁说的呀？怎么就赤裸相对了？我们明明穿着衣服啊！那就算是没赤裸相对，你也算是一夜风流了吧？啊！一夜风流，我的神啊！冤死我得了！啊，我冤枉啊！呀！不操心，我不操心，韩上早就天下大乱了。作为一个领导，一位长者，我真得劝你一句：婚姻是一个严肃而神圣的问题，对待婚姻态度一定要端正。什么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之类鬼话，我全都不信。婚姻才是两个人爱情长久的基础。所以，不要害怕，赶快结婚！哎，你跟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？英子啊，对，英子。既然你们两个已经生米煮成熟饭，何不顺水推舟呢？怎么就生米煮成熟饭了？啊？难道就这么共处了一夜，就结婚啊？哦，我算是听明白了。你就是不想负责任是吧？想我陈能，平生最恨的就是浪荡公子之辈。就是我会活的啊！怎么着？玩弄了女孩子的感情，想找个借口把人蹬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可不是浪荡公子。解释就是掩饰，你不想结婚就是司马昭之心。我代表韩上的领导层，明确告诉你，始乱终弃这种事儿，在我们韩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。英子是个好姑娘，她要是为这事儿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陈社长，我知错了。哎，难道现在是个恋爱结婚的季节吗？梁朝伟结婚了，刘烨结婚了，就连周田都要结了。周田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柳泰明都求婚了，结婚还不早晚的事儿。该是你的你躲也躲不掉，不该是你的你抢都抢不来。你们呀，加油吧！哎，你们猜呀，那个事业大火天的陆明，他会为了那个黄毛丫头放弃自由吗？答案是不可能。
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有多少模特对他投怀送抱、暗送秋波的，还有半夜3更去敲他家门的。可是咱们陆明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啊？什么模特去敲他们家门了？哎呦，这只是个形容嘛。你干嘛弄得这么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？陆明为了自己的事业，都说自己是同性恋了。我看他不会轻易就走进婚姻的圈套。婚姻有个圈套吗？我倒觉得这个比喻挺好的。其实婚姻呢，就是2个人的智慧较量，看谁把谁套得牢。这真是可怜的你。你们说会不会是炒作呀？最近我们杂志社啊，可真是太安静了。你是不是希望天下大乱呀？你们2个呀，因为从来都没有做过女主角，所以呢，才幸灾乐祸。哼，我们还会稀罕呢。清者自清，我们2个本来就没什么，你干嘛计较他们说什么呀？道理我也明白呀，可是，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我自己的心好像已经开始不受我自己控制了。为什么？我哪知道为什么呀？总觉得我自己以前的很多想法吧，从昨天开始就全变了，变得我自己都好像接受不了了。真的？是啊，我开始觉得好像谈恋爱呀、结婚也没那么可怕啊。甚至我都开始有点期待了。哎，昨天晚上我们俩真的什么都没发生。你都忘了？是啊，我真喝多了。我们2个本来也没什么呀。唉，这我就放心了。英子，原来你昨天晚上夜不归宿是和陆明在一起啊？哎呀，完了，英子，你算是完了。别胡说，英子和陆明也没什么。那英子，请问你现在对陆明是什么感觉？我也不知道，跟他在一起吧，还挺舒服的，什么话都想跟他说。那干脆啊，你就将错就错，你俩把婚事办了就完了呗。我看这陆明那人不错，比起那讲不讲样的刘泰明啊，强多了。你这什么跟什么呀？你怎么都扯到结婚上去了呀？英子，婚姻大事要慎重。这不是我们想往婚姻上扯，那不是你着急吗？而且关键问题在于啊，你愿不愿意陆明同学做你的男朋友？就是，真的不是我们想扯结婚的事儿，这个呀就得怪周田。不就是刘泰明向他提出求婚了吗？他至于做一个婚事的专栏吗？别瞎开玩笑啊！没事。程默，你别听他俩瞎说，这俩人太不靠谱了。那个英子，我要认真的劝劝你，这个恋爱啊，你还是不要谈了，因为越谈恋爱就越不想结婚。你看我爸我妈，2个人是相亲认识的，才认识2个月就结婚了，到现在啊，好的跟蜜似的，就连出去买个菜，那得手拉着手一块儿去。哎，风哲，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开始厌倦我了？我没这意思，我刚才那么说啊，是想说，我特别遗憾，特别后悔，为什么没能早点把你娶过门儿。油嘴滑舌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为了你跟我爸妈都决裂了。你要是敢对我3心2意的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不会对你3心2意，我只爱你一个人啊！
英子，这事你怎么想的？我也不知道，顺其自然吧。